量子计算基础与 CNRQ 框架介绍。我们这个单元呢，要讲的是量子位元跟量子电路。好，那我们在讲这个量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量子物理哈。量子物理呢，它是研究这个原子和次原子粒子行为的一个科学领域。那量子物理呢，它跟这个经典物理学相比啊，例如说像这个牛顿力学啊，那量子物理呢，它基本上都展现出的这个规律啊，跟我们这个经典物理啊，它所展现出的规律啊，就些许的不同啦。那其实严格讲起来，应该是差异蛮大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量子的特性啊，粒子呢，它所表现出的是这个叫做波粒二象性哈。那例如说这个光子啦，或者是电子啊，它们既有波的特性然后呢，同时也具备有粒子的特性那这个粒子的状态啦，这个不确定性呢，指的是说它在量测之前，这个量子粒子的状态我是没有办法把它给确定下来的。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要去讲一个叫做量子叠加啦，以及这个量子量测量子叠加是什么？量子叠加它是指说量子粒子它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那这个现象呢，我们就把它称作为叫做量子叠加。那什么叫做处于多个这个状态那叠加状态呢基本上它是我们这个量子计算中的核心概念那一般来讲就位元来讲的话单一个位元它只能表示是 true 或者是 false， 要么是0，要么是1。可是呢，如果它是一个量子位元的话，在叠加状态下它可以同时表示它是0它也可以表示它是1这个0跟1之间呢，基本上它是用一个几率分布下去做这个调配的好，那量子量测就是说这个量测的过程中，你去量测这个量子粒子的时候它就会坍缩到一个特定的状态，比如说它原本它可能这个有一定的机会会成为0它有一定的机会会成为1那到底是0还是1这个你要下去看观测的时候你才会去知道好，那你在观测的时候就会让它这个状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坍缩它会坍缩到其中一个特定的状态，让这个状态稳定下来，它就会停在要么是0，要么是1的状态。那它这里所要讲的啦，就是说在这个量子位元它在量测之前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粒子它目前确切的状态。通常我们现在目前的技术我们只能用这个多少的机会在0，以及在多少的机会在1下去做表示可是你真的要去得到那个结果啦，你就要下去做观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量子位元的定义量子位元呢，一般我们讲是 bit 啦，在这边呢它就变成 qubit。那 qubit 呢，它是量子计算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资讯单位我原本是 bit 是基本单位，在量子里面呢，它就变成是这个 qubit。好，那它跟二进位的这个位元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我们二进位要么是 true， 要么是 false 这看你怎么下去做初始化。可是呢，量子位元它可以同时处在于多种状态它有可能是1有可能是0那什么时候它才会被确定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你去看它，你去观测的时候，它那个状态就会被稳定下来。它的稳定的过程叫什么？稳定的过程就叫坍缩它会把这个结果坍缩在一个这个稳定的结果上面。好，那量子位元的特点特点是什么？一个叫叠加那另外一个呢叫做这个纠缠。好，那叠加是什么？量子位元它可以同时处于0跟1的状态我们就把它叫做叠加状态就是叠加态。好，那这种独特的性质它赋予量子计算机比传统计算机更强大的一些处理能力就是说一般我们这个电脑在处理的时候基本上就只能处理0跟1可是在这个量子电脑上面呢它基本上它可以处理可能是0以及可能是1的这种状况下让它可以同时去进行很多的这个类似像平行运算这样子的能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量子位元怎么样下去做数学的表示啦因为这个即使它是在一个很模糊的状态下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式先把它给表示出来量子位元的状态呢，我们在数学上的表示呢是用向量来下去做表示，通常把它注意成0和1你会发现前面多一杠然后后面有多一个这个括号然后呢把这个0跟1把它摆在那里面那叠加态是怎么样？叠加状态呢，它是用来表示这两个基态的线性组合。在这个0跟1的前面呢，我们会放上阿尔法跟贝塔。阿尔法跟贝塔是什么意思？它指的就是这个复数几率的正负。所以在阿尔法上面呢，我们可能会写上一个这个
数值啊，或者是你可能写上一个百分比啊，它所表示的就是在零上面所出现的几率啊，以及在贝塔你可能把它写成一个数值啊，或者写成一个百分比，在上面它就表示在这个一所出现的这个几率。OK 啊，总之啊，阿尔法跟贝塔就是我们这个复数几率的一个正负。好，那刚才讲的是叠加态嘛，叠加的状况，再来是要讲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呢，这有一件事情呢，那个量子纠缠啊，它必须是两个或是两个以上的量子，它要在一个特定的状态叫做纠缠状态、纠缠态才会使它们的量子状态变得相互依赖，使它们在空间上即使它们在空间上被分离，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纠缠态去了解或者是来去知道另外一个粒子发生是什么样的状况。好，那量子纠缠呢，它是量子计算中和这个量子通讯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我们继续看。好，量子位元呢，它是处于0跟1的这个叠加状态就是说有一部分它是位于0另外一部分它是位于1。在表达式里面呢，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会在0的地方放上阿尔法，以及在1的部分放上贝塔这是用来表示量子位元属于两种状态下的这个几率正负。那它这里的数值应该怎么下去做计算呢？这个阿尔法呢，它的算法应该是阿尔法的绝对值平方，所以你会看阿尔法前面前后会有一个绝对值的符号，然后它要去做这个平方，才是用来表示它量测到这个状态0的几率。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好，那贝塔也是一样，它也是绝对值的平方所以它的贝塔前后会有绝对值，也是一样做这个2次方，好，表示量测到这个1的状态的这个几率。好，阿尔法跟贝塔的绝对值平方的和必须要等于1因为它们代表所有可能结果几率总和必须为1如果你计算出来的这个阿尔法跟贝塔它们的平方的这个总和不是1的话，只代表一件事，这件事情在程式设计上面会不小心发生如果发生这件事情呢，基本上代表你这个量子状态它是无效的所以这要特别去做这个注意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在很多地方市场听到这个量子计算，我们想说，这个传统的这个电脑计算这个升级到量子计算是不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这边的讲法是说，我们跟四则运算因为我们通常想到就是加减乘除因为计算嘛那这里讲一下它跟四则运算的这个差别传统的四则运算呢，指的就是数学上面的基本操作加减乘除用来去跟处理有关数字和变数上的一些这个运算可是呢，这里的量子计算它不是指对数学去做一些算术的运算，而是透过量子位元的状态来进行计算这个地方呢，这个简报这样写可能有一些人看不太懂，什么叫做量子位元的计算？其实这边的讲法呢，应该是讲说，其实它是做位元计算。位元计算呢，对于位元计算来讲传统计算机的处理方式就是这个 true 跟 false 0跟1嘛，在逻辑计算里面有什么？要么是用 and 下去做操作，要么用 or 下去做操作。要么用这个 not 下去做操作，当然还有更多的好，那这个过程中呢，它就是位元跟位元下去做这个操作，计算的操作。好，所以呢，我们讲的量子计算它是什么？它就是不是以一般的位元下去处理，是用量子为基础，因为它是它的最小单位，用量子位元来去做什么事情？来去做 and 的运算，来去做 or 的运算，或是拿下去做 not 的运算这里的量子操作指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数学运算好，那这边基本上量子计算它是类似于二进位的逻辑运算，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是传统计算机我们使用的这个位元0跟1来进行逻辑运算。好，那量子计算同样它是基于二进制的但是它是透过量子位元的叠加跟纠缠的特性来去进行更复杂的运算。好，那在这里呢要讲一下这个 quantum gate 就是我们这个量子闸。好，那量子闸呢，它是用在操作跟变换量子位元状态的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工具。好，那他们在量子里面量子计算中它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传统的这个逻辑闸。我们刚刚讲到几个逻辑闸嘛 ，and、or 还有 not。好，那量子闸基本上它分成2大类一个就是单量子，你就单独对那一个量子下去做操作。另外一个基本上你是要多个有2个以上就是对多量子的这个位闸下去做处理。好，那单量子位闸是指什么用于改变量子的状态。我们像其实在入门最常使用的可能就是用哈达玛。哈达玛是怎么样？
它可以用来建立量子位元的叠加状态。我们原本那个量子啦，好，一开始呢，通常我们可能会去设一些初始值啊，不过那不管好。它如果要进行量子计算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变成量子态，好，变成说它既有零的部分，也有一的部分。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是用哈达玛啊，用哈达玛这个闸，用这个闸下去做处理。好，那还有一些啦，我们后面会做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去把它去做像这个传统的NOT是怎么样？我们的 input 如果是 true， 好，经过 NOT 之后呢，你的 output 希望它会变成 false。如果你 input 呢是 false， 经过 NOT 之后呢，它就会变成这个 true， 基本上就相反。好，那如果是在量子的这个位元里面去做这个相反，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去做 NOT 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假设啦，你的这个量子位元进到了量子态，进到量子态，有 50% 的机会是0，有 50% 的机会是1。经过 NOT 之后呢，有 50% 的这个机会是变成1，有 50% 的机会变成0。这个解释起来有解释跟没解释一样哦，因为 50% 这个相反结果还是一样的啦。好，那我们换一下，我们用64分，好，有 40% 是0，有 60% 会是1。好，这个量子态经过 NOT 之后呢，这个 60% 跟 40% 在0跟1的这个位置就会直接相反，就会直接相反。那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这个要靠这个我们的讲法就是说 Pauli X 啦，透过这个包利 X 闸，它就可以做到类似于传统 NOT 的这个功能。那不过这件事情它是对什么？对单个这个量子下去做处理。如果你有多个量子要下去做操作的话啦，这个基本上已经是纠缠的事情了啦。好，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就是多量子位闸。多量子位闸一定是2个以上，涉及2个以上的量子位元。这个闸呢，它可以让它们之间，它们是指的是谁？它们指的就是这个量子位元跟量子位元之间进行一些交互作用。它们之间，讲互动也对啦，基本上我们就是了解其中一个，基本上就可以去知道另外一个状态。好，例如受控非闸，这个 CNOT，CNOT 是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两量子的位闸，它可以根据一个量子位元，我们把它当做它是一个控制位元，然后你控制了这个量子的这个位元，它就会直接去影响，直接去改变到你另外一个量子位元。所以我们会把它称作为一个叫做控制位元，一个叫目标位元。好，怎么样去做这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先找2个量子，把它绑在一起，变成这个多量子，然后呢再使用这个 CNOT 下去做这个运用，你就可以去做这件事了。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